上一期呢，我们讲了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日不落帝国啊，讲了加拿大这个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样欧洲人在这里争夺这个北美洲这个殖民地啊。那这一节呢，我们开始在讲西海岸了啊。在西海岸呢，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在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呢，欧洲人呢就开始探索这个北美洲了。那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就是在16几年啦或者是17几年那个时代呢，其实西班牙人呢已经来到这个美洲的西海岸探索，但是他们都没有大部分都没有停留的，就基本上就来一下就走了俄罗斯人也来过俄罗斯人早期呢，他们一直在阿拉斯加那边做这个皮草贸易生意。做了大的在阿拉斯加，南面这里就除了阿拉斯加就是 BC 省一路到美国的华盛顿州俄拉冈州，今天的美国华盛顿州、俄拉冈州那些地方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欧洲人来的早期就是俄罗斯人一路到了18世纪末18世纪大概是70年代这样的时间呢。开始呢，就是英国人呢，开始呢就探索这边海域他们呢来这里呢，主要是做这个皮草贸易生意。那其中有记载的话呢，就是早期的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米勒斯这个米勒斯呢他是一个皮草贸易商人，他专门做那个亚洲的就是亚洲的贸易他也做那个亚洲跟欧洲的贸易，也做这个北美洲的这些皮草贸易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船长了他就开着他的船到处全世界这做贸易这个米勒斯那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将会介绍这个米勒斯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叫大名鼎鼎的叫温哥华船长叫George Vancouver，乔治温哥华船长。这两位呢就是早期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不止他们两个了还有其他的 James Cook 还有其他的胡安华特这些早期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的商船呢都到过这个北美洲西岸，但是其中这两个。那我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米勒斯呢？其实这米勒斯这个人呢，在英国的历史学历史的记载里面，这个人不是一个名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这个船长他不跟那个温哥华跟那个James Cook 那些是没办法比的他只是一个小商人。但是这个人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呢？因为我这一部诺基山史记呢，是我的书名呢，就是英文的书名呢，就写了，就是用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加拿大的历史。那中国人的角度当然有中国人的看问题的角度，跟白人跟欧洲人他们看的问题的角度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看米勒斯不重要，但是我看那个米勒斯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米勒斯呢，他是带第一批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因为他当时的英国的这些商船来北美洲，他都有那些船上都有那些航行日记这些航行日志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录哪一天开船呢，有大概多少人去了什么地方干了什么事每一天都有记录。这种航海日记在英国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其中呢，有一本日记里面就是这个米勒斯的这个船队呢，他是在1778年的时候带了一批这个中国人呢，来到这个美洲的西海岸所以呢，这个米勒斯这一批中国人呢，就是第一批来这个加拿大踏入这个今天的加拿大这个领土的有记录的这一批中国人，所以是不是很重要？对我们中国人呢特别的重要而且在哪里登陆了，这帮人不是光登陆了就算了，还造了一艘船等等这些都有很详细的记录
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1章，新域探索。第2节，米勒斯。温哥华船长探索美洲海岸。1771年，约翰·米勒斯进入皇家海军当船长的勤务兵，曾经在几艘小型战船上服役。1778年9月17日，当时他登记的年龄是22岁，通过考试被晋升为中尉。据他自己描述，在美国革命期间，他曾参与过对加拿大湖的海军行动，还参加过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与法国人对抗的战斗。1783年，他进入商船队，航行到达东方海域。1786年，约翰·米勒斯以自己拥有的孟加拉皮毛贸易公司名义，组织了第一次北美洲西北海岸探险航行。这次航行一共动用2艘商船，从印度加尔各答起航。他自己指挥200吨的劳特卡号，另外1艘是100吨的海塔号，由船长威廉斯·地平指挥。他们在阿拉斯加水域进行皮毛贸易，由于错过了通航季节，被迫在威廉王子湾过冬，所带的谷物粮食全部使完，靠狩猎和捕鱼充饥。有23名船员死于坏血病。后来当地的原住民告诉他们，饮服松针茶后才挽救了他们的生命。1787年5月，约翰·米勒斯逃脱出阿拉斯加冰冻的海域，他准备回亚洲海域，但这个时候，东印度和南海公司已经取得了从非洲的好望角到南美的合恩角一切贸易的垄断权，而约翰·米勒斯又没有获得他们的许可证，他只能改挂葡萄牙国旗，有时还要用葡萄牙水手来扮演船上的指挥官，进入澳门水域做贸易。这种偷偷摸摸的贸易方法始终不是长久之计。1788年3月10日，约翰·米勒斯带了50名中国工匠再次开往北美洲西海岸，到了温哥华岛的劳特卡海湾，用这些中国工匠建造了1艘40吨的双桅重帆船西北美洲号。这是北美洲西北海岸建造的第1艘欧洲设计帆船。他们还向当地的原住民买了一些土地，建造了几栋简易的仓库。这一年，他在三明治群岛（今天的夏威夷）过冬。1788至89年的冬天，由于担忧北美洲西北海岸贸易有许可权的限制，约翰·米勒斯与乔治3世国王拥有的海峡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约翰·米勒斯代表新公司和其他几艘英国商船在北美西部海岸开展贸易活动。1789年初，在埃斯特班·荷西·马丁内斯的指挥下，西班牙军队来到劳特卡海湾，他们扣押了4艘英国商船，声称外国船只侵犯了西班牙海岸和附近海域的贸易和航行权。约翰·米勒斯于1790年4月30日才被释放回到英国。他向内政大臣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夸大地报告了当地的情况以及英国商人的损失，顿时引起英国国内反西班牙情绪高涨。劳特卡海湾危机迅速升温，英国内阁宣布集结装备一支大型舰队，随时出战西班牙。在这种胁迫情况之下，1790年10月28日，西班牙同意签订劳特卡公约，最终宣布的条款承认英国人在劳特卡海湾地区贸易和太平洋航行的权利。约翰·米勒斯曾经有隐瞒真相、广告不实、伪造文件的行为，声誉受损，所以从1795年2月26日在海军晋升军衔的名单上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他的晚年都是默默无闻中度过。乔治·温哥华，1757年6月22日出生于英国一个海关官长的家庭。1771年，13岁的乔治·温哥华参加了皇家海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海军。后来，他被选为海军军官的培训对象，保送到海军军官学校。1772年至1775年，他参与英国另一位探险家詹姆斯·库克的第2次远洋探险。1776至1780年，他又参与了詹姆斯·库克的第3次远洋环球探险。这一次，他们的目的是寻找西北航道，就是要找到一条从大西洋到北冰洋
再到太平洋的航道，这样会缩短从欧洲到东亚洲的距离。这次探险行程是他们从英国出发，往南穿过非洲的好望角，直接从南太平洋到达新西兰，从新西兰往北经过夏威夷，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岛的劳特卡海湾，再沿着北美洲的西海岸线北上，穿过了白令海峡，来到北冰洋。因受到海冰的阻挡，只能折返回到夏威夷。在夏威夷发生了船员跟原住民冲突事件，詹姆斯·库克在这次冲突中牺牲。这次事件对乔治·温哥华的影响极其深刻，在他以后的探险活动当中，处处体现到他注重人和的重要性。第二年，远洋舰队在没有了库克船长的情况下，继续他们的探险活动，再次穿越白令海峡，结果还是无法进入北冰洋，只能探索到太平洋的北部极限。后来，乔治·温哥华还是多次试图寻找西北航道，结果都是无功而还。在他的最后航海报告中认为，西北航道根本不存在。1791年4月1日，奉英国国王乔治3世之命，乔治·温哥华带领2艘船的远洋考察队来到太平洋进行探险考察活动。在第一年，考察队前往了开普敦、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溪地和夏威夷，沿途收集植物标本和测量海岸线绘画地图。在这次考察活动当中，命名了西澳大利亚的乔治国王海湾。1792年开始，前往北美洲，沿着今天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海岸线向北探索航行。1792年4月，他在俄勒冈的海岸线探索活动中遇到了美国船长罗伯特·格雷，互相按照海上的礼节安全通过。罗伯特·格雷带领他的船队进入哥伦比亚河上游探索。1792年4月29日，温哥华船队进入了温哥华岛与北美洲大陆之间的胡安海峡。在这里，他命令船员对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河流出口进行详细调查。他们使用小船进入未知的水道进行探索调查活动。1792年6月13日，温哥华船队进入百拉德内湾，他是进入这片水域的第2个欧洲人。航行到内湾的水道收窄处，命名第一站，即今天的史丹利公园狮门桥下；航行到下一个水道收窄处，命名第2站，即今天的第2窄桥下。继续航行，一直到内湾尽头目的港，进行了一番勘察和宣示主权活动后离开。再到附近的豪爽海湾及之华士内湾进行了9天的考察活动。1792年6月22日，温哥华船长35岁生日那天，他在今天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格雷点那个地方，意外碰到了西班牙的考察船队。温哥华船长非常友善的会见了西班牙船队的指挥官，互相交换考察成果，并根据西班牙人前期探险资料组织联合探险队，由西班牙伊丽莎船长指挥，合作探险格鲁吉亚海峡和发现群岛地区，然后分别进入当时该地区重要的港口劳特卡海湾。在这里，乔治·温哥华船长受到西班牙海军司令胡安·夸特的亲切接见，并由伊丽莎船长主持。归还了西班牙以前没收英国人的一些当地建筑物和土地，双方还交换了各自所绘制的地图，共同命名劳特卡地区的大岛为夸特和温哥华岛。后来由于西班牙人的影响力逐步降低，现在这个岛就简称为温哥华岛。1792年10月，在劳特卡海湾，乔治·温哥华向美国罗伯特·雷格船长购买了哥伦比亚河地图，派了几艘小船由威廉·布劳顿中尉带领，进入哥伦比亚河谷地区，深入到海岸线200英里，并且命名了胡德山，一直探索到冬天。温哥华船长带领他的船队回到了夏威夷群岛过冬。1793年，乔治·温哥华又回到北美洲的西海岸继续探险，继续绘制西海岸几百个岛屿、河流出入口的地图。这时，另一位伟大的陆路横跨北美洲探险家亚历山大·麦肯齐也于1793年7月22日从东岸到达这一地区。
完成他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壮举。两位探险家在同一地区活动的时间只相差48天。随着天气开始恶化，温哥华船队往南到加利福尼亚州，试图跟随西班牙人胡安·夸特的船队继续履行他的宣誓领土主权使命，但他找不到西班牙人，只能再次回到了夏威夷过冬。1794年，乔治·温哥华直接到达北美洲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几乎绘制了所有沿海岛屿的地图才离开。随后沿着西海岸线往南，绕过合恩角，沿着南美洲东海岸线进行南美洲环游，之后再回英国，于1795年9月抵达英国。3年后，乔治·温哥华船长因病去世，终年40岁。乔治·温哥华船长这次历时4年多的考察活动，绘制了大量北美洲西海岸的地图，用他的上司、朋友、同事的名字及地形状况命名了多处今天还在沿用的地名，包括百拉德内湾、贝克山、圣海伦山、普吉特海湾、雷尼尔山、加德纳和苏珊港、发现通道、发现岛、发现湾、发现港等一大批的地名，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有价值的海洋地理资料。直到今天，这些资料对于航海家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借中评论，约翰·米勒斯在英国不算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但他是带领华人来到北美洲西海岸的领航员，而且成就了华人建造北美洲第一艘欧洲设计的帆船历史。中华文化历来都有饮水思源的传统，所以约翰·米勒斯的名字非常值得华人铭记于心。作为一位伟大的航海探险家，乔治·温哥华船长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出色的完成了英王乔治3世给予他的探险考察宣誓主权任务，特别是他对待当地的原住民、对待西班牙人和美国的领土竞争对手时，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和高度的智慧。每到一处都能取得原住民的信任，尽可能得到原住民的帮助。对于西班牙的海军司令采用不卑不亢、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态度。对于美国的船长，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通过金钱交换对方有价值的探险考察成果。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了解到，当时北美洲西海岸是人烟稀少的广袤蛮荒之地，欧洲大国对这一带的领土主权要求并不强烈。英国人不是最早到达，也不是最后到达的。由于用对了人，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的配合之下，占有了这个地区。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就符合了华人的一句老话：授田无人耕，开耕有人争。这又要看看后人如何用勇气、胆略和智慧来保护发展这一片美丽的土地。